各位网友，大家好！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在今年7月份呢，美国众议院刚刚通过的2025年台湾冲突吓阻法案。那么我们下面也简称这个吓阻法案，或者叫1716法案。它的意义是什么？那么结合台海周边目前的情况，以及台湾媒体和民众的反应，给大家做一个专题啊。1716其实就是心理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众议院的表决通过情况啊，就在今年的7月21号啊，美国众议院对 HR 1716呢进行了表决。那么有意的事实的是呢，这次采用的是语音表决，也就是说没有记录足以点名过去的 yes 和 no 这个票啊，而是采用了全体通过或者全体反对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这个通过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就表明这个法案呢得到了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的高度共识啊，就是他不需要再去辩论或者是争论的。所以这个法案呢，它通过了一段时间的修改完善之后呢，基本上得到了跨党派的高度共识。那么我们下面讲一下这个相关法案的一些历史啊，就是它的立法的一些背景。实际上呢，是1979年开始的，美国通过了这个台湾关系法，叫台湾 Relationship Act， 那么明确了对台的非官方关系啊，虽然没有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但是承诺呢提供了防御性武器，并视任何非和平的方式改变台湾未来者为一种威胁。那么此后呢，美国一直维持所谓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既不明确承诺军事保护台湾，也不承认一中之下的对台主权，那么保持着这种微妙的一种平衡。那么近年来呢，在拜登政府的推动下呢，台湾关系法框架下的美方已赋予台湾这个军援的贷款额度，并允许呢部分议员更自由地拜会台湾高层，提升了美台互动的层级。那么美国国会后来又陆续提出了多项加强对台支援的法案，如这个 Stand with Taiwan Act， 就是台湾站在一起强化了这个制裁的机制，并且呢，通过明确立法加深对中国的威慑。就在2023年，由众议员 French Hill 这是共和党的和这个民主党的 Brad Sherman 提出了首个版本的 HR 554从554到1716，可见版本修改了很多次那么众议院呢，这个无疑这次通过后呢，将会送往参议院那么上一次呢，一直还动作没有做那么就在这个2025年7月21号呢，那么众议院呢再度通过了这个新版的 HR 1716，即台湾冲突吓阻法案2025。那么目的呢，在于遏制中国若动武犯台时的行动，并在线上发布高级中共官员的财务状况。那么目前法案呢，已送参议院下面的这个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审议赏待参议院通过及总统签署成为最后的法律。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法案的有关细节一方面呢，他要公布中共高层的资产报告给总统明确授权，在确定中国对台湾可能构成威胁后，那么财政部需在90日内，并连续3年每年一次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至少10名高级中共官员，包括直系亲属，在美国或受到美国长臂管辖的金融机构所控制的资金总额的一个报告。那么报告呢，需说明资产来源、运作方式，并通过公开的简要版在财政部的官网中以中英文2种方式进行公布。再一个呢，就是若财政部认定某官员或直系亲属呢受益于这个涉案这个资产，需禁止美方金融机构或与其发生重大的金融交易，实施冻结或者拒绝的服务。
另外一个呢，就众议院还通过了这个诚实地图的修正案，就禁止展示或者采购将台湾标注为中国一部分的地图，以此来彰显对台湾主权的一个尊重。它虽然是一个象征性的小条款，但却加强了法案整体对台湾主权尊重的一个立场标识，这可是一个比较大的事儿啊。因此呢，有人评价说，就像是法案中的最上面的一颗樱桃，叫 cherry on the top。那么用中文的翻译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画龙点睛的一个小亮点啊，可见这个地图修正案有多么重要啊！我们再来谈一下这次的这个制裁工具本身呢，这个法案本身呢，就是一种心理的武器。因为中共高层他一向以信息封锁利益隐蔽为常态。所以，当这个法案成为一个法律的时候呢，不仅他们的资产透明化，而且公众可以随时查到，媒体也可以采用，这将导致呢，中共的高层内部对金融风险和政治代价的一种深度的担忧心理上的一种担忧。那么这也意味着中共的决策圈里面呢，即便还没有入侵计划，那么资产风险的心理压力也被明显的抬高了。那么这种先惩罚再动武的机制呢，正是现代心理战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下面我们再说一下结合最近的军事演习与心理战的效应，那么整体的威慑情况如何？大家知道心理威慑只有在内外配合才有效。像近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9个盟国4万个士兵参加的这个塔里斯曼赛博的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也是向中国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军事准备真实存在，力量集中，盟国可以迅速投入这个冲突。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呢则通过那个海峡雷霆 2025A、联合利剑 2024B 等系列军演呢，展示逼近台湾的军事威慑然后同时呢，他还发布了一些宣传动画片，甚至将这个台湾总统府101大楼等设为了攻击目标，也意在震慑台湾政府和居民的心理两方面都开始了心理战和心理反制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面呢，就是1716呢，它并非单纯的这个金融制裁工具，而是法律的一个信号，加上实战演练，双轨同步的威慑对冲。那么军事实务增加现场压力，法律与宣传则在决策端中抑制冲突的行动我们再看看台湾媒体与社会各界的一些反应目前看呢，大概总结有三种类型的反应。一个就是政府和主流立场。那民进党政府强调呢，演习呢就暴露了这中共的快速动员的能力，台湾必须提升公民防护意识以及这个军备的等级。国民党方面呢，则呼吁的两岸的这个和平对话，是吧？强调两岸的文化共同体和和平务实的这交流的重要性那么批评呢对立的这个策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个台海局势。那么在舆论和民意氛围这块呢，那部分民众呢认为这个演练呢是有必要的防卫准备，尤其是年长者普遍支持国家强制性的应变机制，但也有年轻人觉得呢演练频繁警报骚扰影响日常，会不会真有事儿？成为了一个讨论的焦点。据民调数据反映呢，仍有不少人并不认为中国是台湾的最严峻的威胁。那么媒体评论呢，常常提到台湾的军事协防制度仍有漏洞，强调演练应结合透明沟通防灾教育，而非仅仅依赖符号性的这个演练秀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联合作战的演练的一个评估机制在学术界与智库，像这个台北经济政治学院基金会举办的这个桌面的军演推演那么模拟了在2030年中共入侵台湾的场景，暴露了台湾团队在决策上起步犹豫后期反应过度等等问题。
那么这也凸显了美日盟友的协调机制尚不成熟。这些评论呼吁台湾需尽快建立清晰的应变规则，统一沟通渠道，否则实战中这极可能陷入这个混乱。下面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各组法案的条款以及它的战略意义第一个呢，就是从立法制裁到军事增强，是双轨威慑的路径。那么美国众议院呢，用无异议的语音表决通过法案，加上近期的美澳联合最大规模军演实际上是在法律加上军事实战演习的双轨威慑。那么法律部分呢，是揭露中共的这个高层资产，限制这个资金流入。那么军演部分呢，则是公开展现联合作战能力与快速的抵达能力，两者结合这个威慑的信号是更为强烈了。那么第二个呢，就对中国高层和中共军事决策层的一些影响。如果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签署成为法律呢，那未来中共高层若发动武力行动呢，将面临包括财产被曝光和冻结的实质性的威慑。那么即便目前漏洞像这个资产藏匿或者灰色渠道，但曝光本身对其的心理成本还是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从这个内部权力结构角度来看呢，就是台湾问题历来是检验中共高层政治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一旦入侵失败或后续政治危机升级，那么其个人在党内的声望自清等软内利益链都可能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这个法案呢，让这种心理风险从假设变成了可能性，就是动武等于高层可能会被调查，财产可能会被暴露，家族利益受损，国际制裁的公开化。那么中共高层它的风控机制将会受到严重挑战。那么这种心理压力在无形中就会推高战争门槛。再一个呢，就看看台湾内部的我们真实的准备以及这个宣传效果之间的这个紧张的压力就台湾媒体与民调反映了，尽管这个演习规模也创了历史新高时间也是最高的那么民防意识呢也提升了明显，但对真正攻击来临的担忧与对和平时期的生活影响的反感这个并存这种情绪呢，实际上是这个两极拉锯一方面希望国防强，一方面又希望平静生活不被打扰，有这种复杂的心理我们再来看看国际舆论这块的联动就像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都通过外交声明，明确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进一步强化国际舆论对台湾地位的这个维护那么总体来看呢，这个法案呢，把那个中共高层的经济制裁纳入了立法框架，并与区域的大规模军演互为补充，形成了法律加军事的双轨心理威慑路径。同时呢，台海局势呢更加的微妙。如果各方谨慎处理，继续推动对话机制与边界的控制呢，那么台海仍有维持和平的可能。但任何一方判断失误，或者是过度的试探红线，都可能触发进一步的冲突。孙子兵法中有云：上兵伐谋，其势伐交，再次是伐兵，其下攻城，是吧？那么完书理解呢，这次的1716法案呢，采用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所以贺主法案实则心战心理反制善之又善。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和玩书互动，打在屏幕下方。好，谢谢大家。